打开出舱舱门，出舱9小时，刷新单次出舱时长世界纪录。当时也在实时的关注舱外服的这种工作的状态。我们是2个氧气瓶，一个是主氧，一个是备氧。神舟家族首次迎来90后。我本身也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不行咱再来，咱还年轻，大不了再来一遍嘛。从造火箭到做火箭，中国首位女性航天飞行工程师。我自己就是个工程师出身，我就想我在天上也要给地面的团队、地面的科研人员做一个干扰小、漂亮的数据。面对面专访神舟19号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2025年7月9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神舟19号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返回2个多月后首次面向媒体与公众正式公开亮相，并分享了183天太空驻留的经历与感悟。指令长蔡旭哲时隔仅22个月重返天宫，刷新了我国航天员重返太空用时最短的记录。这一次再来了，会不会跟第一次相比心情不大一样了？感觉太熟悉了，一回到这个空间站的核心舱，我感觉好像昨天刚走，今天又回来了，就很快，但是既熟悉又陌生。上一次是执行神舟14号，这次执行神舟19号，我带着2个90后一起执行任务。这个转变对你来说有变化吗？你就会想到，上一次别人带我飞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带别人飞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这个肯定就感触就不一样了。除了要保证你自己飞，你要把它飞好，而且你要带着这个团队，带着这个乘组，把这个任务完成好，完成的漂亮，这个就是指令长的这个责任，我觉得更重。宋令东是神舟19号乘组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也是中国首位执行出舱任务的90后航天员。神19任务它本身第一是出舱任务比较多，第二它上了很多新的这个科学实验，然后包括载荷的出舱，而且也有浩泽，她作为我们3批的唯一的一个女性，所以我们任务里面是有一些就是这个分工。你分到的工是什么？其实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你像动幺她年龄大也是前辈嘛，浩泽是女孩子，所以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多干一些其实在实际执行的时候，我们3个配合的特别好，就是大家都抢着干，没有人去抱怨，更没有人去偷懒，我们3个都争着抢着干。同为90后的王浩泽是我国首位女性航天飞行工程师。我觉得航天员这3个字，它和我当初作为一个外界的人去看它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这3个字背后，它代表的是英勇无畏、忠诚奉献。在我飞之前，我已经做好了把我的一切，甚至把我的生命付出给我事业的准备。为什么会想到这一步呢？就是这样，我才能够无所顾忌地去飞。我不怕。我们大队一进门几个大字：祖国利益高于一切。我们每天都看着这个大字，我们最终都是在为祖国去做事。祖国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高于我们个人。动1动2可以开始进入服装。动1动2，明白。神舟19号，请分别报告出舱前身体状态。动1出舱准备完毕。2次飞行任务，蔡旭哲累计完成5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我国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之一。神舟19号返回后，首次披露了此次任务的一次意外情况。在进行第1次出舱活动前，乘组临时接到一项任务，前期一次货物出舱安装时，载荷适配器意外卡滞，需要航天员出舱处置。这个卡是怎么回事？它是从货物出舱出去的载荷，
实际上它这个识别器在外边应该是有2道锁，锁到识别器上，有1道锁解锁了，就是通过机械臂自动就可以解锁，正常2道锁都可以解锁，但是另1道锁呢，推断没有解开，就造成了就解锁解了一半，另外一半还在舱壁上卡着。那需要人出去对处理一下，需要用一个临时的工具去把这个锁，把它这个挑一下，把它拨开，相当于人工的给它解锁。由于当时没有专用工具，且需配合地面团队通过机械臂调整姿态，任务时间紧迫，压力极大。这是意外的情况，这是计划外的。对，临时增加的。当时接到这个任务也是比较晚，前面也知道一点，但是最终的状态，包括处置的内容、方法，这是出舱前1天才完全定下来。那就等于是这多出来一块内容了。对，它是不确定的，干多长时间，能不能干好，都不好说，因为地面没有训练过，也不知道当时外面的具体的情况。动量报告，我已出舱，感觉良好。2024年12月17日，蔡旭哲搭档宋令东进行首次出舱活动。在完成了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既定任务后，蔡旭哲搭乘机械臂转移到故障处置点。真出去看是不是这样？基本上是这样。当时可能就是在抓取的时候，可能用力啊，可能会有一点的损伤，比地面估的我觉得要严重。打个比方说，地面说那个缝隙可能也最多3毫米，结果我一出去一看，我说是不是判断错了？我觉得这口好大，可能1个手指头都能放进去。让你去做什么？就是用临时的工具去处置。你带着呢吗？那临时工具？带着呢，因为它没有专业工具，用一个临时的一个电动工具的，有一个拨杆吧，相当于一个杆。神舟19号乘组出舱前，地面支持团队曾针对这次处置任务进行过模拟。模拟天上的这种故障状态，地面航天员看看能不能处置，也做了一些准备。但是天上有这种防热控的需求，它又包了一层这个防护层，相当于这种布嘛，挡着呢，而且不好看。地面来说肯定要好看一点，也好处置一点，天上去了更复杂，比地面。那你遇到这些没有演练过的东西的时候，你心里面什么状态？着急吗？出舱前我还是有一点担心。担心什么呢？我担心把这个设备因为我的原因，别到时候造成了这种进一步的破坏。它本来人家还有可能挽回，可能没有达到这种完全不能挽回的程度，然后让我一处置，更破坏的更严重了，担心这个。由于在阴影区操作会影响判断，这项处置任务尽量在阳照区进行，而当时已临近出舱任务设计时限，只剩最后一个阳照区了。阳照区的时间是40多分钟，所以当时还是有一点这个时间还是有点紧张的。没有更多时间了？没有了。那解决得了就解决了，解决不了怎么办？应该是能解决得了，解决。当时，蔡旭哲和宋令东已经在舱外工作了7个多小时，他们使用的是我国第2代飞天舱外航天服。当你去完成最后一个任务的路上，已经超过7个小时了。对，这个时候心里什么感觉？会担心吗？没有，因为当时也在实时的关注舱外服的这种工作的状态，包括氧气的这种压力的数据。因为重要的一条就是氧气能供上，这就问题不大。还剩多少？你心里就有谱。正常的话还是有谱的。我们是2个氧气瓶，一个是主氧，一个是备氧。哪怕我就主氧完全用完了，我还有一个备氧是备份。如果一旦要启动备份气瓶，那我就要返回了。我们这个主氧瓶都没有耗尽，所以说都没有涉及到备氧的事儿，这里面还是有底的。在天地密切配合下，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成功处置了舱外载荷适配器意外卡滞问题。首次出舱活动9小时，不仅再次刷新了我国航天员出舱活动时长纪录，也创造了单次出舱时长世界纪录。那这么长的时间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觉得一个是说明了我们这个服装的工作的可靠性，另外呢就是我们是有这种能力的，是能够在9小时之内工作是没问题的。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证明了我们这个载人航天的这种科技的成熟与自信。
从入选我国第2批航天员到首次执行飞天任务，蔡旭哲等待了12年。从返回地球到重返太空，他只用了22个月，刷新了我国航天员重返太空用时最短纪录。从神舟5号的太空1日到空间站时代的定期出差，中国载人航天的一步步跨越，让蔡旭哲离梦想越来越近。3、2、1，点火！这次我觉得带领2个没有执行过任务的年轻的队友执行任务，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我其实，在地面训练的过程中，除了我们这个正常的程序以外，我们还要把意外情况的处置能力也要把它加上。比如说，有这个突然之间你的执行任务过程中有一个碎片打过来，把服装打穿了，这时候我们就设计一个服装泄漏、压力下降，那我就设计一个紧急返回的问题。我能不能在这个规定的时间之内返回？这些一定要把它想到位、训到位。在轨期间，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参与实施了88个实验项目，覆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基础物理、航天医学等领域，成功制备13余种102个试验样品。所以在日常你们做实验的过程中，你感觉你是变成了一个科研人员了？对，尽管地面也进行了一些的训练，但是填上以后，真正的实验过程中会跟地面的状态有一些地方不太一致，就要跟地面去沟通。不仅是你们3个人之间交流，更重要的是天地之间。对，要协同，一起去沟通，因为他们毕竟是专业的嘛。比方说选用换那个实验样品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换哪一件。那很可能你一天做几个实验，就有几批专家在那候着你们。对，会的。每天的工作是已经提前1周就排出来了。比方说你是这个实验的支持人员，比方说是周三上午10点，那你肯定就要周三上午10点，肯定就在地面相应的岗位上，在这儿等着。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你们3个在上面做实验，我们看不到的是你们后面有多少人在配合着你们做实验。对，所以说我们每次任务的成功，都不是说我们这个整个的乘组3个人自己在战斗，都是地面全体科研人员支持的结果。乘组一心，天地一体，是我们无往不胜的法宝。祝贺栋梁实现首次的太空漫步。2024年12月17日，宋令东搭档蔡旭哲进行神舟19号第1次出舱活动。首次出舱，宋令东沿舱壁攀爬，他成为中国首位漫步太空的90后航天员。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出去了，我还比较开心，比较兴奋。第一次一打开舱门，那个东尧说好天，然后我俩就在好天就开始这个边聊边干。在太空，什么叫好天？其实好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这种自我调侃，或者因为飞行员的时候，这个第一架次他会去上去评价这个天是好天还是这个什么样的天。对飞行员来说，什么是好天？晴空万里，然后万里无云，然后这就是好天。其实，在太空里没有什么好天与差天的区别，可能只是说阳照区和阴影区的一个区别。我们当时打开门，正好它是阳照区，然后地球就很漂亮。因为你们2个都是飞行员。对，所以一说好天，这个心情上就一下子就很自如。就第2次装那个太阳翼的那个尾部的碎片防护装置，当时整个机械臂它就打得特别高，我就能俯瞰到我们的空间站加上地球。就这个角度梦里都不会有过吧？对，从来没有过。我感觉机械臂像那个放风筝的人，我像一个风筝一样。宋令东曾任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中队中队长，被评为空军1级飞行员。2018年，正在执行任务的他接到单位通知，可以参加航天员选拔，他毫不犹豫地选择报名。单位通知我参加航天员选拔的时候，其实也觉得希望很渺茫，但是也
也畅想过，畅想过什么？也畅想过自己要是选上了，哎呀，那该多好。你当飞行员的时候，你最高到过多高？最高到过21000，到过21000米。不管飞行员还是航天员，我觉得都很神圣。但是航天员是另外一个未知的领域，它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我还是希望能有机会能挑战一下。2020年9月，宋令东入选我国第3批航天员。从入队到完成考核，2年多的时间里，航天员要完成基础理论、体质训练、航天环境耐力与适应性训练、航天专业技术等8大类上百个科目的训练。然而，第一次任务选拔，宋令东却榜上无名。第一次选拔结束了以后，我就在琢磨，为什么我没有这个选上？然后我也跟教练去聊，我觉得就是每一个航天员他不一定说是所有的能力都是最强的，但是他一定没有短板，他一定是一个很均衡的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就进行自我调整啊，包括这个再去一些复盘啊，再去把自己的能力去补强。现在来看，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儿。我也是本身也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不行咱再来。咱还年轻，大不了再来一遍嘛。填补梦想与现实之间距离的是航天员科学严谨的训练体系。1年后，经过全面考评，宋令东入选神舟19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2024年10月30日凌晨的出征仪式，神舟19号乘组阵容中首次出现90后的身影。神舟家族的飞天接力棒从60后、70后、80后手中传承到了90后一代。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蔡旭哲，航天员宋令东，航天员王浩泽。我们在温田科出征的时候，那么多人在给我们送行，欢呼声，我觉得太神圣又太沉重了。你要尽你的所有去把这件事情做好，才能不辜负别人对你的希望。我从小就是听见这个国歌或者是这个升国旗啊，我都会特别的激动，然后心潮澎湃啊。你比如说小时候看那个什么地道战啊，看这些老电影的时候，都会这个哭得稀里哗啦。印象最深的时候，08年我参加招飞体检，然后第一次来北京，然后我有个同学他在北京，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想去哪儿逛逛？然后我说我哪儿也不去，我说我就去天安门，我要看升旗。然后他就陪着我，在那个长安街待了一晚上，到那个国旗护卫队出来的时候，哎呀，那个一直到那个国旗升到最高点的时候，哎呀，我那个心情就全程就哭啊！为什么？不知道，我觉得太好，当时就想，哎呀，我说我要能去当个兵多好，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幸运。神舟19号打开出舱舱门完毕。神舟19号明白。神舟19号的3次出舱活动，宋令东都进行了太空行走。宋亮明白。宋亮报告，我已出舱。我们三次任务里面，设备的传递都是很饱满、很多的，包括我们巡检使用的相机、电动工具，还有咱们这个舱外的一些这个载荷，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手动传递的，来回传递。第二，它有不同的体位。就是它不是说完全按照咱们之前的那个，就是之前任务过程中，航天员在机械臂上，另外一名航天员在舱里面这样传递。我在舱里面，我是需要来回爬舱，我从舱里面爬出去，然后动摇它在舱壁附近，它不是在原来预定的这个安装位置，这样去传递。传过来以后，我再拿着设备再爬到舱里面，爬进爬出。对，爬进爬出，这是一个挑战。那个航天服它是挺庞大的。对，你这一进一出，怕不怕也剐蹭啊？怕，
因为第一次不太熟悉，你会磕碰舱壁啊，然后进出会比较困难。然后有了第一次经验以后，到我第3次出舱，我在爬舱的时候就有了经验，就能很收放自如。由于机械臂的运动流程是预先设计好的，为了尽量不去调整机械臂，宋令东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将设备传递到位。你在舱里面，你把它解开，我们防止它飘走，做了这个防飘的处置。你把它解开以后，再把它背出来，再拿到舱外，再递给动腰。动腰安装好了以后，再飞给你。在这个在轨的，它的传递它不像我们在水下或者是在地面看到那样，它是一个不规则发散的。它有可能朝任何一个方向飘，对你的精准度要求就比较高。什么叫精准度？就是需要你一次的这种传递就能准确的到对方的手里。有没有可能船飞了的时候？有。船飞过没有？飞过。就是船丢了是吧？那还能再找？丢倒不会丢，因为我们勾着绳子呢。但是这个过程是，它不像我们这个在地面一样丢了你马上拉回来，它是一个发散的。你还不能用力拉，它很耗时，所以你要力争你的每一次传递都尽量准确高效，所以这个过程是我觉得很考验我和动腰的配合。神舟19号报告，出舱舱门已打开完毕。曙光明白。2025年3月21日，神舟19号乘组进行第3次出舱活动，这也是空间站阶段的第19次出舱活动。这次出舱任务具有出舱设备多、设备尺寸大、安装点位多的特点。其中一个 L 型操作台高度超过2米，这样的大家伙一旦在传递过程中发散到错误的方向，让其重回正轨就需要很多额外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碰撞的危险。它有2米多高，一个 L 型的，它的上端还有翅膀。那怎么弄出去啊？因为当时是我船嘛，我就在舱里面，就是利用这个准备时间，就反反复复的去想。然后地面我们的曙光也跟我一起，我们俩没事就去推演怎么去把这个东西稳稳当当的给弄出去。这个动作非常考验你的这个对这个设备的把控能力，包括对你自己姿态的一个掌握。因为你是单手，你没有任何其他的支点了，你单手去握着舱壁，另外一个手去抓它，然后一点点的把它从舱壁上取下来，取下来以后再慢慢给它掉头。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换手，本身它就很粗，慢慢的去换手，不能让它飘。我的感觉就像第一次抱我的儿子一样，轻了不是，重了不是。对，然后你又不敢撒手，一点一点的哄着把它哄出来，然后控制这个姿态。你用的这个动词哄出去，对，把它哄出去。然后结果我和动腰配合的特别好，然后我们俩想了很多预案，如果它飘了怎么办？如果没抓好，或者是在舱里面它磕碰了怎么办？结果到最后操作的时候，我们控制得特别稳，到出去的时候，动腰就稳稳地抓住了它，然后我们俩一倒手。后来我们复盘的时候，这个曙光跟我说，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这个，生怕这个杆发散了。你给他施力，他反而给你也有反作用力的这个东西，这个都是可以模拟出来和想象出来的吗？我们在地面是模拟不出来的。其实它前面的准备过程很长，就是我们在舱里面的这个琢磨的过程长，真正到实际干的时候，也就短短那个1-2分钟，就把这个活干了。所以就像这个台下10年功，台上2分钟一样。在远离地球的中国空间站里，除了3名航天员，还存在另一种生命。2024年11月，果蝇实验样本搭载天舟8号升空，开启名为“空间亚磁果蝇生物效应及分子机制”的实验，主要由宋令东操作。它运上来的时候，这个生命是什么样子？很活跃，很鲜活。它去的时候是成虫还是虫卵？有成虫也有卵。上天了以后，把它的这个活体的果蝇抽出来，转移到这个新鲜的营养盒里面，然后这个果蝇就开始在轨繁殖，重新培育出来新的果蝇，这就相当于第1代果蝇了。然后这一代果蝇我们继续培养，一个在地磁环境，一个在亚磁环境，然后把它培养了以后，再让它去产卵，产的第2代卵，它就是完全的一个在轨产生的一个生命。
果蝇基因与人类具有高度相似性，是百年生物学研究的明星物种。在太空繁育果蝇，目的是在太空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观察果蝇的行为，以及分析各种生化指标以及基因层面的变化。实验结果将为人类太空长期生存的研究提供宝贵的数据参照。在经历几个月的在轨培育后，果蝇成功完成3代繁育。实验结束后，宋令东要对样本进行冻存，因为他最后要做这个灭活处理，所以当时还挺舍不得的，把它从一个卵培养成一个生命，然后再让它产生了下一代，是有一定的情感联系有情节的。对，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们也说，哎，要不要留一点啊？开玩笑的说，这个要不要留一点，很舍不得。对。在中国空间站，有一片科研人员与航天员们共同呵护的太空菜园。183天的太空生活中，宋令东首次在轨种植了甘薯。你为什么就选的是这个？因为我小时候种过红薯，有经验是吧？对，这个经验在天上复制的时候奇妙吗？奇妙。因为当时我种的时候。我给我们植物的团队去交流，然后有一次我给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在种红薯，她说你在种红薯？我说对，然后我跟我妈讲，我说我这个红薯好像浇水浇的有点多了，然后我妈就给我讲，哎呀，这个红薯浇的水越多，然后它这个果子可能长得就越好，然后我就后面就多给它浇水，所以你妈妈的经验也能派上用场。对。跟爸妈交流更多的是一种这种分享。感谢洞3舱内的全力配合。神舟19号乘组的3次出舱活动中，王浩泽一直留在舱内，承担支持和协作的任务。你很期待是吧？其实我个人还是很期待出舱的，但是我们3个人肯定要各有分工。我作为工程师，我在操作机械臂上，我觉得会更有优势。我们3个人各自发挥所长，把这个任务共同干好。之前也有领导问过我说如果你出不了舱怎么办？我说他们2个出好舱，就是我出好舱了。我们是一个团队，但是体验没有啊。也比较遗憾，我希望下次能够出舱。我国第3批航天员中有7名航天飞行工程师，王浩泽是其中一位。她同时也是首位进驻空间站的女航天飞行工程师。当神舟19号第1次出舱活动对载荷适配器意外卡滞问题进行处置时，王浩泽负责在舱内操作机械臂。你在里面处在什么状态？时刻待命，时刻盯着机械臂的各种参数。机械臂操作来说，也有一个手次，它是我们在舱内首次进行姿态的机械臂的姿态调整。什么意思？我们以往的机械臂操作都是只是平移方向调整，平移就是向上、向下、向前、向后。但是这一次的任务，因为它是临时性的处置任务，它更加复杂。它加入了姿态调整，也就是比如说抬头、低头这种操作。干一件前面没有干过的事儿，什么感觉？有压力，因为这次的任务它要求的精度是非常高的。这个航天员驾乘着机械臂到设备面前，它离这个舱壁的距离非常的近。如果我哪一个角度发的不对，比如说他抬头我发成了低头，他说5度我发成了10度，那么这个机械臂就有可能撞到舱上，对航天员、对空间站都是有很大的安全风险。当时在机械臂上的是指令长蔡旭哲，由于这项任务必须在阳照区完成，窗口时间只有大约40分钟，这增加了任务的难度。如果给你足够的时间，让你慢慢去做，没有问题，基本上都能做对。但让你在很短的时间、很流畅的做出来，这个它的难度就会上升。但是你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当时会有压力。其
其实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我一定不能错，千万不能错，绝对不能错。无论是它的方向，还是它的角度和步长，一点点都不能错。咱们假设一下，万一有一步忙中生乱，错了，结果会是什么？那就会有很大的安全风险，要么就是航天员或者空间站都会受到安全的损害，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这个和我们日常在地面训练啊，包括在轨训练，你说我去练一练啊，这个发一发，那种心情完全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实战了。在飞天之前，王浩泽曾是潜心科研的工程热物理硕士。2015年进入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以后，他一直参与研发新型火箭发动机。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是我的导师推荐我说你去搞航天，所以当时招了我去做一个预先研究的工作。造火箭的那个过程中，你觉得有趣、好玩吗？好玩，因为我们主要都是这种新的东西，每一次设计，每一个公式，它都是新的东西，特别有意思。就像这个打怪升级一样，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全部集中进去，我把它攻克了，这个方程解出来了，这个整个的参数算出来了，就那种幸福感，是很高的。工作几年后，得知我国第3批航天员首次招录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王浩泽当即决定报名参选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个机会你为什么要报名啊？我当时就觉得太酷了，我能去参选，我都觉得很荣幸。在这个选拔航天员之前，你脑子里面航天员什么图像？出现的是杨利伟，我国第1位航天员。出现的是翟志刚航天员，首位太空行走的航天员。出现的是刘洋、王亚平2位女性航天员。他到底是什么吸引你？航天员这3个字啊，觉得哇塞，航天员，就能跟他沾上一点点钩，都感觉到很荣耀。2020年9月，经过层层选拔，王浩泽成功入选第3批航天员。由于此前没有过飞行经验，航天环境耐力与适应性训练对他而言是全新的挑战。像你在训练的时候，你经过的最大的难是什么呀？最难的啊，还是我们这个舱外服的训练。女性的身高臂长都比男性短一些，然后你进了服装之后，我有可能很多地方又够不到，又不好够，包括女性的力气也没有男性那么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不能说因为我是女性我就放弃了呀，我就觉得不行。我虽然是女性航天员，但是我归根结底，首先第1位我是航天员。我认为只要是别的航天员能做到的，我就必须能做到。航天服的刚性结构和内部的气压阻力，让航天员的举手投足都受到限制。这种情况下，完成看似轻巧的精细动作，反而成为巨大的挑战。比如将软管束的接头插入直径仅约1厘米的插孔。我们女性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没有那么高的身高臂长，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智慧和巧劲儿来把这个任务给达到。我发现了一些技巧，这个我就知道了。我在我的服装里，身子怎么摆放，我的手怎么摆放，我的眼睛看哪，我的镜子看哪，好，一下子我就能把它给操作好了，并且操作得非常快。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跟宋令东组队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插软管束这个操作是比较困难的。当时我咔咔一下就插上了，但宋令东惊呆了，他说你怎么插得这么快，甚至比有一些男同志插的还好。这也就是我们训练的结果，也是我们自己摸索的结果。女性航天员训练其实是有自己的特点。从零开始的王浩泽被公认为拼命3娘。2023年，他入选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2024年11月30日，搭乘长征2号 F 遥19运载火箭，王浩泽飞赴天宫。
你有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你作为一个做火箭的人，能坐上火箭？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过，我就没有想到过说有朝一日我会成为航天员，我会从造火箭变成做火箭。当我们真正的进入空间站那一刻，我们动的第一颗螺钉，开的第一颗盖板，那都是国家级的任务，容不得半点马虎，也容不得半点私心。我们在天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一定要保证空间站的安全，那就是保证国家的利益。神舟19号乘组的任务中有超过半数以上的新实验、新项目。针对新实验，他们和科研人员沟通交流，反复推演实验的每个环节，提高实验的可行性和可靠性，确保实验能在太空顺利开展。那么日常实验，你最喜欢做哪个？我最喜欢的做的就是脑电，我觉得很自豪，我觉得它对我意义很重要。我觉得我为这个脑电实验贡献了女性的数据，它的数据更完整了，我也很幸福。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怎么个做法啊？我们在天上要戴上那个脑电的帽子，那个帽子上面有这个盐水的电极，然后把它打上盐水，让它的组织变小，然后再连上我们的脑电设备，然后连接到我们电脑进行一系列的操作。这个时候电脑就可以采集我们的脑电信号。神舟19号乘组利用脑电设备开展了多项实验的测试工作。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获取的数据探究重力对视觉运动信息加工过程的影响，揭示空间微重力环境中人类对关系的认知规律及其神经基础，并探索脑波音乐干预对长期空间飞行脑意志控制功能的调控作用。我在做的时候要尽量的保持一动不动，这样的话能减少对它这个信号的干扰。当时我记得我就在那个桌子面前，我们天上不像地面，你说坐在这儿一动不动就可以了，在天上它人是漂浮状态，你要固定的一动不动还是有点困难的。我就在那儿固定的一动不动。我记得后面跟这个地面团队的老师交流的时候，他们说看视频以为视频卡住了后来发现我动了一下，他们说他在动那你有多大的能力能让自己不飘啊？就是尽量的去勾住自己或者扶住哪个板。需要你保持多久啊？得有1个多小时吧就这么不是持续的，就是说前后加起来大概得有1个半小时。因为我自己就是个工程师出身，我也记得我当时做研究生做课题的时候，有些数据你就觉得哎呀这怎么分析啊，有些数据它就做得很好，你就觉得我能分析出来什么。我就想我在天上也要给地面的团队、地面的科研人员做一个干扰小、漂亮的数据，让他们能够很好的去分析出更好的结论。天上做一次实验不容易，是太不容易。地面人员很珍惜这个机会，我们在天上也很珍惜这个机会，我们想把最好的数据传下去。由于天舟8号货运飞船的发射推迟，果蝇样本上行至空间站时与其他既定任务产生了重叠。开展果蝇实验时，宋令东担任主操作，王浩则负责念手册并进行核对。做的过程中就觉得很有意思，每一个果蝇的这个培养盒底下都有一层这么厚厚的黄黄的东西，那个是果蝇的食物。刚开始感觉这个食物好像就没怎么动，也顶多就少了一小块一小角，我就觉得这果蝇也不怎么能吃嘛。然后有一次的实验，我们把那个盒子培养盒拿出来，发现那个食物中间都塌下去了。哎呀，我就说，哎呀，他们真的在吃，他们还挺能吃的。就这样，我们在天上用上一代果蝇产出的卵，在太空中又培养出下一代，在太空中就实现了果蝇的3代同堂。你在地上的时候，你不会喜欢这个东西吧？在地面的时候不会喜欢这个果蝇，但是到天上1个多月的时间，10多次的实验，其实有感情了。到最后一次实验，确实心里有些不舍得。等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还把师兄叫过来，我们3个人拿着果蝇那个培养盒，还一块照了张相。
在轨期间，王浩泽也经常协助宋令东打理太空菜园，享受当农民的乐趣。我有的时候就跟他开玩笑，我说那个神舟14号的时候是蔡旭哲指令长蔡师兄，在天上第一次种菜，我说那是第1代太空菜农。我说到咱们任务，你负责这次任务的种菜，你是第2代太空菜农。看着它从一颗种子变成一张那种特别萌的发了萌萌的小芽，然后慢慢的长大，甚至开花，甚至结籽啊，那种感觉还是很解压、很治愈的。天上的你们也可以吃。我们吃过，因为我们天上会种生菜，生菜长得好了，地面就告诉我们啊，你们可以采摘一点生菜吃。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记得是在冬至那一天，我跟宋令东2个人就拿着小剪刀，拿着袋子，就咔咔咔把这生菜剪了这么一大包，然后我们就开始吃，卷着那个肉啊，然后配着饺子吃，可开心了。然后等过2天，我们一去看那个生菜，都被我们俩剪秃了，就剩个光杆了。神舟19号报告，节点舱镜像舱门已打开，完毕。北京明白。 2025年4月25日，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6次太空会师，也是2名指令长时隔3年后再次相聚天宫。相聚5天后，终到离别之时。离开空间站的时候，舍不得，真的舍不得。就是，它的每一个螺丝、每一个盖板、每一个设备、每一个包，都是我们经手的，就是那种是很有感情的。在我们返回之前，宋令东他还专门就拿着摄像机，整个舱这么巡游了一圈，他想留下他对空间站的记忆。他当时巡游完了之后，就对着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我们爱了半年的站。”然后就感觉眼睛里就有泪水在打转啊！当时我的心里，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是一样的同感。这是我们爱了半年的站，真的就是这种感觉，舍不得。舍不得什么？一个是舍不得我们的站吧，第二个也是舍不得这些实验，第三个也舍不得我们的队友。觉得我们要走了，剩下这个整个站就全靠我们的队友了。返回地球后，王浩泽时常仰望天空，寻找那个曾居住183天的中国空间站的踪迹。我们有一次还会在地面上观测空间站，说看空间站过去了，我们还跟他们打招呼，想跟他说话，你们怎么样？你们好吗？你在空间站上会找自己家的地方吗？那必须会找。我们每一次看到祖国，我们3个都会相互通知，然后到国家上空啦，然后我们都去看一看。就是看到自己祖国的时候，跟看到地球上其他地方那种心情是不一样的，特别的激动、雀跃，而且特别的亲切。就是这是我的祖国，就那种感觉，这是我的家。在天上的时候找自己在地上住过的地儿，然后到了地上又看天上自己住过的地儿，相看两不厌。归属感。我们在地面上是自己的家，天上那也是我们的家。自从经历了这次飞行，我更觉得我们在天上这么大的空间站，这么复杂的系统，这么多的实验，我们飞行，地面有这么多人的保障，天上的空间站真的不仅仅是我们航天员的家，它是我们千千万万航天科技工作者共同的家。